现在是下午5点30啊，太阳威胁，我们正驾在 Duke 2这条高速路上，我觉得风景很美啊，赶紧来录一个关于知足的节目。航太呀，这个风景真的好美哦！为什么觉得美？就是你发现这个城市非常神奇啊，吉隆坡就雪隆地区，你经常在路上开，你就发现好像路的尽头是崇山啊，然后这个崇山上面有云海，还有那种雾气，你感觉现在云也压得很低。神仙们可能就住在那个地方，就这种景色我只是我以前在美国念书，我在 Berkeley 念书，我们的那边 Berkeley 它就是这样的景色。兄弟当年在美国的时候呀，姐们儿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看到这种景色，而且最近经常有这种感觉啊，特别是晚上这个吉隆坡的夜景，总会觉得它跟旧金山相似，跟芝加哥相似，跟纽约相似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因为它山很多嘛，有点像温哥华，所以叫坡嘛，吉隆坡嘛，到处都是 highland， 对吧？OK， 来讲一讲知足吧。怎么突然有体会要说知足？而且为什么说到了大马你就感到很知足啊？这个词在我们这个年龄，在你比较 aggressive 的性格下出现，好是啊，让我有点意外哦。我自己也很意外，为什么我感觉到自己有这个心态？是因为前几天我们送货的时候，看到特别美的顾客们他们的那个花园嘛，我就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，分享到我们欧卡的这些群里面。然后当时就有一位群友问我说：“诶，什么时候考虑要拥有它吗？你们也来一个吧。”你知道我看到这句话的心态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诶。我觉得我看了就已经有能力拥有是吧？没有，我当时就觉得说，诶，我不需要去拥有它，我觉得我看到它已经很美，为什么不需要去拥有它呢？第一个当然是我没钱，对不对？那个房子肯定很贵。第二个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我没有任何的不满意啊。我干嘛还要再去换一间到我可能更满意的地方？但是我现在已经很满意了呀。所以我说我真的是觉得现在住的就是已经心满意足了，我好像就是这么回的。所以我一下子感觉到很奇怪，我现在竟然看到豪宅是这种感受，不像我以前如果豪宅在上海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每次都会说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住进去啊？我什么时候才买？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你透露了很重要的一点，你知道有更好的东西存在，但是呢，你也不嫉妒，对吧？你还能安于现状，安之若素，这好像是知足的一个特性。是我以前不能理解哦，我跟过热了啊，我们只能看我这个臭脸了，行吧？哎。那你接着说啊，外国同事，说 cannot complain， 这为什么是一种知足呢？就他一定也是心满意足的状态嘛。那我现在是体会到了心满意足的状态，就像你刚刚总结的，你看到了更好的，然后更贵的东西，你竟然没有想要去占有它的欲望，而是取而代之一种欣赏，就是这种心平衡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心里面生出的感受是和自己过去所拥有的去比，你会发现说我现在已经拥有太多了，真的太幸福了。如果当然我是乌鸦嘴啊，如果现在我的人生戛然而止的话，我都不会觉得遗憾哎。我觉得知足，你看它就有这样的特点，因为你觉得不会羡慕了，对吧？那你推演一下，它接下来一步是什么？接下来一步就不会比了。对，是不会比，没什么好比的。不需要通过比较来突出，对吧？对，来懊悔。就别人比你好，那别人住的比你更好，然后她的老公更爱她啊，然后老公挣钱挣得更多啊，然后他们家小孩更优秀啊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真为他的高兴，是由衷的为他的高兴。然后呢，又会觉得说，我也过得很开心啊，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啊。所以看上去你还是很享受，在大马得到的知足的状态。不要太享受。原先显然不是咯。原先在上海的话，就是你会觉得说，我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一定是要赚更多的钱，然后我要赚更多的钱，那我一定要升更多的职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在上海的时候，为什么就会掉在我们说钱眼里啊？就是说想的主要是钱，用来衡量生活的主要标尺也是钱，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普遍生存状态嘛，或者说中产阶级的普遍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忙得没有时间花钱嘛。然后你偶尔能够让自己意识到说，哎，我原来是在挣钱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花钱的时候。成都人不是一直说一句话嘛，就是钱只有在花的时候才是属于你，因为你太忙了，然后你可能就是
这些钱啊，就是又不是拿现钞，你对钱的存在没有一个感觉，只有在你花出去的时候，不停的去买这个大件，不停的带家人去住更好的酒店，然后吃更奢侈的餐点，然后总是想，哎，我最贵的餐厅是什么样子？你会有这种猎奇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也许就是我以前骄奢淫逸，就是所有的那些所谓的好的，我享受过了，我发现不过如此，我内心还是那么空虚，我跟家人的相处还是那么的破碎，对吗？我觉得有个人的原因吧。那我们来举例，某一个大马人，他在大马也是忙的没有时间花钱，他会不会也会陷入一种不知足的状态呢？我想他可能也会吧，也 partly 会啊，像我们那个朋友，对吧？也会。其实我们不是都看了一本书《Money Psychology》吗？我发现它里面讲的知足就特别好。I've had enough。知足其实有2层意思，一个是知道停止，第二个就是知道满足。我们往往只知道说要满足，这也是很多观众朋友经常留言说的，哎呀可以啦，生活就是很简单啊，哎你们不要去比较啊，这个反而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你的本能反应就知道的，但是呢你要能够做到另外一层，你要知道停止是很难的。那能做到的人很多啊，有钱的人也很多啊，他不一定快乐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。这样所以我接着进而又思考，哎呀，你给我这个命题知足以后，我就反复在考虑，挺有意思的。我就发现知足这个事情好像要跟3件事情要挂钩起来。怎么说？就是你的能力、你的期望还有你的现状，当这3者都匹配的时候，才能达到一种知足的状态。比如说小孩他的能力比较低，那他期望会比较高，他希望未来怎样怎样，他一定也是处于一种不知足的状态。不过这种不知足不是不好的，这会引领这个小孩去努力奋斗和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。而如果你已经年龄很大了，你是老年，能力也会差一点，那他把自己的期望调得很低，也符合他的现状，他就会陷入一种比较知足的状态。我觉得这3者都要匹配。你在一定的能力情况下，现状不是很好，期望过高也不行，现状明明很好你的对自己的这个期望呢又比较太低，我觉得他也不知足，他相反会陷入某种抑郁状态。都要匹配。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对我来说还是太抽象了，因为你立刻就让我想到一个状态，就是我看我们的合伙人，就是我们奥卡大厨跟他妈妈相处的模式，我就是很羡慕。你像他跟他妈妈之间，虽然他也跟我们同龄嘛，但他妈妈也跟我妈妈差不多大，但是他们之间的相处是真的是感觉像朋友一样，相互会调侃，然后没有那种会戳来戳去的互怼哦。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很轻松的，甚至虽然他的妈妈也会在那个餐馆里面经常来帮忙，而有时候问起餐馆里面一些事情，他们说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你感觉他对孩子的也不会插手很深，更没有很强的这种控制欲。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不受威胁，他那种安全感，这个东西是很必要的一个知足的必要条件嘛。你要知道你身边都是那群不会让你扫兴的那些人，然后你跟他们你是被他们关爱着的，你才会感觉到说我很满足啊。你来了大马以后，你觉得自己变得更加知足了，你有些什么心得吗？就怎样做可以让自己变得心态很平和，未来可以变得心态更好，怎样才能做到呢？我觉得就经常要跟自己过去以前的那个状态去比。特别是在这里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挫折，然后一下子心情非常郁闷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在上海过的是什么样子紧张的生活，一想你就通了，就是你还是要比较的。对，我还是要跟自己的过去的比较。对，真的我的想法是，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什么让自己最开心的，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。因为真正想要的东西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会愿意倾其所有去追寻。很多人觉得赚钱很重要，但当他倾其所有去追寻的时候，他又苦恼于失去了亲情，失去了孩子的亲子关系，失去了身体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说明赚钱其实对他不是最重要的。就当你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时候，比较容易进入知足的状态。第二个我觉得要脱离原先的这些生活圈子吧，还有就是那些
gaslighting 你的人，对，你没有了这一些无时不刻的去否定你，然后在这边你看到更多的是大家 diversified life， 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，然后你的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就是这是你的一部分，他们不会因此来看轻你，来孤立你，然后来批判你，就这个就是很重要嘛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认可大马人普遍比较知足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最后讨论这个小问题。我其实也不太理解，我觉得即使就是你看我们大马朋友讲话都是轻轻柔柔，然后都是非常富有这个幽默感。每个人都好像是冷笑话高手，或者说是那种脱口秀演员，就是隔三差五能够给你来个梗，然后非常善于自嘲，没有什么玻璃心。他们觉得自嘲自己，然后让别人开心一下，是好像一件美事啊。就是他们非常的谦卑，这个东西真的是，昨天我们的上海朋友不也说了吗？他来了马来西亚也生活了快1年半了，对吗？他说他回上海就发现自己嘴角就跟我当年说的，嘴角上扬，不自觉的就是这种很不正经的笑容就会挂在脸上，对吗？然后他也开始跟陌生人的保安，不太熟的保安也态度很好的，就像这边的陌生人怎么对待他一样去打招呼，送笑脸。然后他感觉心情愉悦，甚至他说他观察到那些保安就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被马来西亚不知不觉变化吗？我以前以为这个变化是我们个人，我们比较渐渐的就是敏感了。但是你看我们那个朋友，他这么样一个，我感觉他的心还是比较坚强的人，他都有这样的变化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个知足中间的因果律是什么，至少可以探索一下相关律，就是你会发现大马人和知足和普遍他们很善良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关联，有关联，对吧？对，他们可能很多，我觉得 Joseph 上次也会说嘛，因为很多都是他们明白一切要靠自己去奋斗嘛，所以他们自己从零开始奋斗有了今天，他们再回看以前就是跟我一样嘛，就比一比以前，就是现在已经很满足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就是他们有一种Joseph 也总结的非常好的一点是知恩感恩，最后要报恩，报恩就是要把自己拥有的拿出来去回馈更多的人，这个 nurturing 后面的一代。我为什么要强调能力现状啊和你对未来的期待要匹配呢？你说太知足可能也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好事。你比如说对年轻人来说，现在在中国和大马好像年轻人都有一种所谓躺平的问题。我觉得这可能也不一定是个好事情。我躺平，如果他把自己人生能够过完，那也挺好的呀。